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米。这次呢，要来跟你们分享的是2018年度的开价彩妆大赏。那其实这一次的开价彩妆大赏呢，大赏呢，我精挑细选了10样，就是我想要介绍前10名。因为其实这1年来我用的开价彩妆其实好用的还蛮多的，但是如果每个品项都介绍好几个的话，我觉得一来是怕大家混淆，二来是我觉得这样就没有特别真的非常精挑细选的感觉了。所以这次我选出的10样呢，都是我今年使用频率最高、我私心最喜欢的10款彩妆，而且甚至有些都已经回购到好几支以上。所以真的是拍胸脯保证，我觉得真的很好用的单品们。OK，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那这次分享的顺序呢，会依照我平常上妆的步骤来进行。然后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没有底妆跟唇彩。那唇彩的部分呢，我在之前的2018 Top 10爱用唇膏中有分享过今年最爱的几款开价唇彩，所以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之前的影片。那底妆的部分呢，我会之后再拍一个就是比较新的近期的开价底妆的评比影片，会有比较详细的分析。那首先第一样我今年最爱的开价遮瑕呢，就是这个 Rimmel 的超完美稳肌保湿遮瑕膏。它名真的有够长的。那其实从我之前发那个开价遮瑕评比之后呢，我觉得近1年好像真的没有用到那种让我超级惊艳的遮瑕产品，不是太干，不然就是遮不住，不然就是颜色太白等等。那这一个用到了之后呢，我真的个人还蛮喜欢的，而且我近期化妆的时候几乎都是使用它。那这款遮瑕虽然它叫做遮瑕膏，可是其实我觉得它的质地比较偏向遮瑕液，它包装是做这种软管状的设计，然后你就这样子可以把它转开，它是做这种有点像是笔刷的笔头，但是缺点呢，就是你看它其实蛮容易把旁边弄跟那个盖子弄得脏脏的。那使用方式啊，我会直接拿这个笔刷去在我的眼下黑眼圈的地方涂一个大概三角形的那种区块，然后再用指腹或者是美妆蛋去把它轻点开来。那它的好处就是它真的还蛮保湿的，所以我觉得以我来说啊，它不算会有太明显的眼纹或者是粉痕，因为我的眼下真的很干，然后细纹又很多，所以其实市面上我觉得应该有90%的遮瑕对我来说都会是有基线的问题，但是这款算是基线比较没有那么严重的一款，所以我其实近期真的非常喜欢用它。那当然你说它的遮瑕力要到100%把黑眼圈盖掉是不可能的，但是日常妆容我觉得已经绰绰有余，它大概就是可以遮到70%左右的遮瑕力。然后它有分2个颜色，一个是10比较偏明亮色，然后20是比较偏米肤色。那因为我的黑眼圈真的太重了，所以我会先用20这个米肤色去把我黑眼圈盖住，然后再用10稍微去提亮我的眼下。那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肤色去选择适合你的色号。再来第2样爱用的开价彩妆呢，是这个 Excel 的4色眉粉盒。我这边要先跟他就是郑重的道歉，因为其实那时候我刚买它，我是在日本买的，然后我买来之后，我就有发一支影片，就说我觉得它用起来就是还好，没有特别的惊艳，就殊不知我现在用到它已经变凹凹响了，有没有？因为其实他说真的，价格其实以开价的眉粉来说是稍微偏高一点点，那也不是真的说非用它不可，只是因为我后面等一下下一个介绍的眉笔是跟它颜色会比较接近的，所以我就不知不觉用到现在，然后也就是用量也还蛮大的。那根据我现在的发色呢，我挑的色号是 S101，它是有比较偏深一点点的棕色调。那我平常画法呢，我会是先用比较细的这一头笔刷去沾这个比较深的颜色，勾勒眉峰到眉尾，然后再来会用比较粗的笔刷去刷中间这个棕色，在眉中的部分，最后再用一样粗的地方沾这个第2浅的颜色去晕那个眉头，它就可以制造出一个比较柔和自然的眉形出来。如果你今天只是想要画一个淡妆或是淡淡的眉形出来的话，其实眉粉就很足够了，而且这个眉粉真的可以用的比较久，因为我已经用了上次到现在已经快1年了吧，但是它现在还有这样很多的量，大概只用了1/3吧。但是如果你今天想要买个眉粉又有预算限制的话，其实我觉得像 Maybelline 或者是 Kate 的眉粉盒其实就蛮好用的，就没有一定要买到 Excel 这一盒。再来第3样今年最爱的开价彩妆呢，就是这个 Excel 的3合1眉笔。这一支呢，我已经介绍到烂掉了吧？就是如果你有长期在看我影片的话，就会知道它的出现频率真的非常的高。那我前面讲到说，为什么会要用这个眉粉呢？是因为
用这个眉笔啊，它真的很好用。可是有时候我会觉得眉笔的消耗率是比较高，但是它这支的单价又稍微偏高一点点，所以我那时候才会想说，那我先用眉粉稍微画出一个眉形，然后再用眉笔去勾勒那个眉尾的线条，它就可以稍微去节省一点点眉笔的用量。那我目前用到现在，我觉得我自己也还蛮习惯这样的画法的，所以我平常就是会先用刚刚的那个眉粉去勾勒眉形，然后再用这个眉笔呢去把我的眉峰到眉尾的这个线条去画出来。因为有时候我的妆容要比较完整的话，我的眉毛的形我觉得也会希望它利落干净一点。然后画完之后呢，我可能如果我的眉笔跟眉粉中间稍微还有一点点不均匀的地方，我会再用这个眉笔的这个眉粉的部分去把它填平。那因为它的那个刷头是做这种海绵状的，所以它会比较不会线条感那么明显，那我就可以把我的那个眉毛画出比较漂亮的那种自然渐层感。那最后，如果你的眉毛是属于比较长，或者是眉流比较乱的话，你可以再用这个笔刷把眉流梳顺。所以这一支眉笔真的是我就是目前这辈子用到现在最喜欢的一支眉笔，然后我也持续的回购中。那我用的色号是 PD05， 给你们参考。好的，再来第4样，今年最爱的开价彩妆呢是这个 Integrate 的超顺手抗晕眼线胶笔。这一支呢，我手上的是那个之前跟迪士尼白雪公主联名的系列，那其实它也有卖那种一般就是基本的包装这样子。那这支眼线笔呢，我通常是会拿来画内眼线，那你会仔细看它的笔头是比较稍微粗一点点的，所以画内眼线的好处就是你比较不会怕去戳到你的眼睛，你就是沿着睫毛根部去画，然后它算蛮滑顺好画的，然后最大的优点就是它非常的抗晕。我用这支画内眼线其实是不太会晕染的，就是不太会有晕开的问题，所以有些眼线可能适合画外眼线，但是这一支就是非常适合画内眼线。但是呢，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因为它的笔头相对比较粗，所以我觉得它就没有那么好去画外眼线的部分，外眼线就会比较容易一不小心就会画得太粗，所以这支呢，我主要就是拿来画内眼线的时候使用。哦，对了，那你们一定会想说，那买 Excel 他们家比较细的眼线胶笔不就解决这个问题了吗？不，我上次在发那个开价2选1的那支影片，然后那时候我不是选了1028跟 不是 Integrate 1028跟 Integrate 这2支眼线笔，就是让大家投票吗？结果我还是有去试用 Integrate 那支眼线胶笔，晕到不行，所以他们家细的眼线胶笔目前对我来说是不合格的，所以我还是会持续使用这一支。那再来外眼线的部分呢，我就会使用这个 Kate 的零色柔滑眼线胶笔。Kate 这支的眼线胶笔优点呢，就是它的笔头非常的细，大概应该只有2公里左右的宽度吧，所以它非常好去画，就是你的睫毛根部啊，然后还有你如果想要画比较细一点的外眼线的话，它是很滑顺、好画、好操作的。但是呢，就是很吊诡的点，就是它对我来说会晕，所以我没有办法拿它来画眼尾或者是内眼线，变成说我先画那个Integrate 的内眼线之后，再用这支画外眼线，但是它真的很好画，所以如果它之后有做升级版，或者它的成分有改良，比较不会晕的话，这支应该还是会就是成为我的爱用这样子。最后勾勒眼尾的部分呢，我平常爱用的是这支 Excel 的绝色完美眼线液，这一支呢算是我近期用到最不晕，然后它画起来就是比出水最顺畅，然后最好去勾勒比较细致的眼尾线条的一支平均分数最高的眼线液。那当然其实也有几支我用的还不错，像3CE 的啊，或者是 Integrate 的啊，还有反正我一直想不到，但是这一支算是我使用频率最高，然后我自己综合给它平均分数最高的一款，所以就是我把它列入我今年最爱的开价彩妆的产品之一。那这支它其实出了很多个颜色，那我特别喜欢它这个RL02的这个深棕色，因为其实我平常画内眼线、外眼线，我比较习惯用深咖啡色。早期我用黑色也不是不好，可是因为我的眼神啊，就是如果有时候用黑色画
比较明显一点的眼妆会看起来太凶，所以我现在就会改用深咖啡色，眼神也会看起来比较柔和一点。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样是长得那种就是不笑看起来可能很凶的脸，或者是你的眼神是属于比较容易一化妆就看起来太浓的感觉的话，建议你可以把眼线换成深咖啡色，可以去让你的眼神更加柔和，更不会那么的锐利这样子。那这一支眼线呢，我平常就是在画完 Kate 的外眼线之后，我会去把眼尾拉长，去勾勒出我想要的那个眼线的眼尾的形状。那因为它的出水很顺，然后也很好画，所以我不管是要画那种拉长的还是猫眼的眼线，它就是非常的好画。然后重点是它不会晕。我这个故事讲过，应该是第3遍了吧？就是我第一次在用它的时候，然后我不小心中间在休息就是小气了一下，结果睡醒之后，我的眼线竟然完全就是好端端的粘在我眼睛上。从那次开始，我就爱上了这支眼线液，所以目前已经是回购第2支的状态了。在第7位入选我今年最爱的开价彩妆呢，就是这个1028的飞机上顺翘睫毛膏。这支大家应该也不陌生吧？因为我不管是在IG 或者是在 YouTube 都有分享过非常多次，就是它让我一用就很喜欢的一支睫毛膏。那因为我本身睫毛也是问题很多，就是除了我的睫毛长度还算 OK 之外呢，它基本上就是细、软、少。吹，所以我找睫毛膏也是蛮费功夫的。那除了我现在会用烫睫毛器去辅助之外啊，其实还是要靠这个睫毛膏它本身画起来的妆效怎么样。因为有些我就是比如说蟑螂脚的啊，会晕的啊，或者是不够翘的、不够维持卷翘度的，都会被我淘汰。那这支会胜出的原因呢，就是因为第一个它的刷头我很喜欢，它的刷头做的是比较笔直型，然后刷头不会太大，所以对我来说是很好去刷到我每一根睫毛的。然后再来就是它可以刷出根根分明的妆效，因为根根分明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我睫毛就已经没有很多了，你再把它一坨挤在一起，我真的就是看不出来睫毛的妆效，我觉得不好看。所以我喜欢它刷起来根根分明，然后又抗晕，然后又好刷的这些综合优点。那其实我在它之前最爱的是 Maybelline 的这一支睫毛膏，这一支其实我觉得也超好用的，但是呢，它的遗憾就是它刷我的下睫毛有时候还是会有一点点容易晕，所以这一支目前还是稍微就是胜过它一点点了。所以如果要我选今年最爱的开价睫毛膏，我就会选它。而且我发现它真的卖超级好的，因为我前阵子去逛宝雅的时候，发现它这一支就是架上全部都缺货，所以我不知道大家要买的人现在买不买得到了，你们可以多留意一下。哦，对了，但是我还是要讲一个快要用完睫毛膏才能提到的缺点，就是也不算缺点啦，就是这次用到最后呢，睫毛没有像刚开始那个膏体那么湿润，我觉得就比较没有那么好去刷开，会稍微有一点点微微的蟑螂脚出现，但是要用到快没有的时候才会有这个状况，所以就是你们记得用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旁边清干净，然后盖子要盖紧，让它保持在尽量湿润，然后膏体不要跟空气接触的状态。在第8样今年最爱的开价彩妆选手呢，就是这个 Catrice 的单色腮红。那其中我最喜欢的就是我手上这颗60号。那我不知道大家跟我一不一样，就是在选腮红的时候，也不是选腮红，就是我平常化妆啊，最常用到的腮红色系反而会是比较偏裸色、土棕色或者是橘色调，可能跟我自己本身喜欢的妆容色调有关系。尤其又以裸色是我觉得最实用的，可是裸色又不能裸到太裸。像我之前最爱的比较偏裸色的腮红就是倩碧的小花腮红嘛。那直到我用了这个Catrice 的这个60号之后呢，它其实是裸色，但是比较稍微偏一点点土棕色。可是这个土棕色并不会让你的气色看起来变差，因为它的颜色其实没有到很暗或者很深，它反而是有一点点肉胎色的感觉，所以会是微微的修饰你的脸颊，就是它有一点点微微红晕效果，可是不会到太粉嫩可爱，所以对我平常喜欢的妆容色系来说是非常百搭的。然后也是我觉得在开价腮红中比较少出现的这个色系。然后最重要就是这一颗腮红，它价格真的超级便宜，我记得才179块吧。所以就算你不喜欢这个颜色，你也可以去注意这个系列中其他的色号，因为它也有出一些粉色跟橘色调的，就是我觉得它真的是一个性价比超级无敌高的腮红。3样介绍完毕之后呢，我们不能错过就是打亮了。那其实打亮这次我选了2个选手，因为2个我真的是选不出来哪个比较喜欢，他们就是我都很喜欢。那我先讲第一个好，第一个就是这个 Innisfree 的 My Palette 的单色打亮。
它其实是My Palette 系列的单色打亮饼，但是我就是单买它来直接做使用。然后我用的是1号色，那这个我在之前的开价打亮评比中就有提到，就是它就是一个我觉得日常刷起来很好看的打亮，那也是我脸上现在刷的这个颜色，它就是属于有一点点珠光米白色，可是它颜色不会到太白，或者是到太黄，就是很适合我们这种比较自然偏白肤色的女生。那它刷起来就是有一点点比较内敛的光泽，所以不会到太抢眼，所以你平常淡妆或者是日常妆就可以搭配这一颗。然后它的粉质也还蛮细致的，这是我平常最爱的开价打亮之一。那另外一个呢，就是 Catrice 的矿物光湛打亮饼，这颗呢就是我开价另外一个喜欢的打亮饼。我这两个真的选不出来，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是比较内敛的光泽，但是如果今天我想要选择稍微嚣张一点的光泽的话，我就会选择这一款。它的光泽就是一刷上去就会那种哇，就是那道光的感觉。那其实开价打亮我之前就提过，好用的或者是那个光泽明显的，或者是粉质细致的选手真的不多，所以这两个算是我用的最喜欢，然后也最想要推荐给你们的。好，终于把2018我年度最爱的开价彩妆大赏分享完了。那其实我觉得很高兴，真的有这么多平价的选择，可以让一些可能预算没有那么高的人，也可以买到很好用的彩妆。那大家可以参考我的彩妆之外呢，也很欢迎你们可以留言给我说，你今年用了最喜欢的开价彩妆是什么，可以让我参考看看。这支影片不确定，应该会是在2019的第一支或是第二支影片，所以就这边先跟大家说声新年快乐。那就这样啦，别忘了喜欢这频道帮我个喜欢，那记得订阅我的频道，那我们就下次见，拜拜。